2026年5月7日，據軍事觀察家援引美國中央司令部內部消息人士透露，一架從林肯號航母起飛的 FA-18EF 超級大黃蜂在阿馬灣攔截了一艘試圖突破封鎖的伊朗油輪。飛行員沒有發射導彈，而是使用20毫米機炮精準點射，直接打穿船舵，導致油輪失控就地拋錨。在此次行動裡，這架價值數千萬美元的戰鬥機可能是給伊朗指揮官發送了一封美式警告書，還是另有深意。與此同時，根據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的分析資料，超級大黃蜂的雷達影視能力持續優化，比較早期型號有顯著提升。F414 GE400 發動機單台推力22000磅，20毫米機炮射速6000發每分鐘，它還具備夥伴加油能力，能把航母打擊群的打擊半徑大幅延伸。美國海軍近幾年為何減少 F-35C 採購，反而加倍下注改良超級大黃蜂？俄海軍那艘修了近10年、失火多次的航母，現在的舰載機队又是什麼水平？今天咱們就把 FA-18 超級大黄蜂請出來，看看它為何在 F-35C 時代越活越滋潤。FA-18 超級大黄蜂不是全新飛機，它是老款 FA-18CD 大黄蜂的中级放大版。根據波音公司公開資料，超級大黃蜂比前身大了約 25%， 航程多了 40%， 載彈量接近原來的2倍，發動機更換為2具 F414 GE400 涡扇，單台推力達到98千牛。這款於1995年首飛的縱向放大版，在長度僅為 18.31 米的機身裡塞進了11個外掛點，最大載彈量 9.3 噸，最高衝刺速度 1.8 馬赫。目前為止，全球有超過600架超級大黄蜂在4大洲10個國家服役，僅美國海軍就採購了超過700架，至今還在繼續掏錢升級。2024年6月，波音提前2個月向美國海軍交付了2架完成 Block 3升級的超級大黄蜂，每架飛行壽命從6000小時延長到1萬小時，相當於延長了約2/3。根據美國海軍2025年給出的 9.3 億美元合同，波音將再對60架超級大黃蜂進行同樣的升級，讓他們活過2050年。對於一架服役已20多年的飛機，這是延寿、換腦、換传感器的一套組合拳。為什麼海軍不捨得讓超級大黃蜂退休？原因非常直白， F-35很貴，出勤率卻不夠高，而超級大黄蜂既便宜又可靠，能夠隨時被彈射升空，可掛載的武器種類比 F-35C 更多變。面對一場高烈度持久戰，美國海軍必須保留一種經濟又靈活的戰機。超級大黄蜂的最新一次實彈出場發生在2026年5月的阿曼灣上空，始作俑者不是反舰導彈，而是一群從伊朗港口悄悄出發的武裝快艇，每艘都塞滿了炸藥，瞄準霍爾木茲海峽試圖突破封鎖的每一艘貨船。伊朗的策略很清晰，用便宜的小船搭昂貴的軍艦，用極低的成本逼迫你用昂貴的導彈去換，你打完了他就贏了。為什麼這種戰術讓美軍頭疼？因為紅海和波斯灣的實戰已經給出了答案。2024年初，胡塞武裝大量發射無人機和無人艇攻擊商船，美軍驅逐艦使用標準2艦空導彈攔截。據軍事觀察家分析，一枚標準2導彈造價約200萬美元，而胡塞底甲無人機成本不到2萬美元。100:1的交換比，美軍打了2輪就發現彈藥消耗速度遠超補給速度。幾周下來，驅逐艦的垂發單元打空了，必須撤回巴林重新裝填。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吸取了教訓，沒有上當。美國中央司令部直接派出 FA-18 超級大黄蜂掛彈升空，飛行員沒有發射動輒幾十萬美金的地獄火導彈，而是使用20毫米加特林機炮，以6000發的極端射速打穿了油輪船舵。用美軍的表達翻譯，這可能就是一次嚴酷的扣押式警告。超級大黄蜂的20毫米机炮彈藥成本，據估算一發炮彈約30美元，一個3秒點射發射約300發，總成本不到1萬美元。而一枚標準2導彈要200萬美元，一枚地獄火導彈要10幾萬美元，用1萬美元的炮彈去打價值幾十萬美元的快艇，划算。況且無人機和快艇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幾乎沒有裝甲防護，機身和船體都是複合材料或玻璃鋼，20毫米炮彈足以輕鬆撕開，不需要高爆戰鬥部，普通的穿甲燃燒彈就夠用。超級大黄蜂的机炮配有 M61 火神加特林系統，6根槍管旋轉射擊，6000發每分鐘的理論射速，意味着飛行員扣住扳机1秒就有100發炮彈飞出去，散布面足夠覆蓋一艘快艇的關鍵部位。
而且超級大黃蜂的 AESA 雷達和红外瞄準系統可以在10公里外就鎖定這些小目標，比肉眼目視快得多。飛行員甚至不需要俯冲進入小型武器的射程，在高空就能完成精確點射。這次美軍火力展示再次凸顯了超級大黃蜂除了隱身和導彈之外的3個優勢：機體容量足夠大，能長時間在上空巡視，航線足夠平滑，能以低空低速在交戰區邊緣徘徊，彈藥成本極低，打得起消耗戰。當 F-35C 在執行高強度任務時，因燃油限制，通常只能在上空停留約半小時就必須後撤，而超級大黃蜂還待在第一線，等着下一波敵人露頭。美國海軍正是看中了這種現場持久力和低成本獵殺能力。要理解超級大黃蜂為何成為航母中坚，得先回顧一段歷史。1980年代，美國航母甲板上最威風的是 F-14熊貓，可变后掠翼，遠程攔截，全盛時期無人能敵。但 F-14生不逢時，它本是冷戰時期為攔截蘇聯轟炸機而生的重型截擊機。冷戰結束後，對手沒了，維護成本卻居高不下。F-14飛行1小時需要40多個小時的地勤維護，零件供應斷斷續續。2006年 F-14 從美國海軍全面退役，接班的不是更先進的隱身戰機，而是大黃蜂的升級版超級大黃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不用隱身的 F-35C 直接取代，道理很簡單， F-35C 的生產速度跟不上航母的輪換節奏。每艘航母需要40-50架艦載機， F-35C 年產量僅100餘架，要同時滿足空軍、陸戰隊和海軍的龐大需求，海軍分到的數量根本填不滿所有甲板。超級大黃蜂則不然，它的生產線成熟，單價只需4000多萬美元，年產量可以輕鬆維持在20架以上。一架 F-35C 的飛離成本可以買2架半超級大黃蜂，加上維護費用更低，海軍自然選擇數量換質量。從2006年 F-14 退役至今，超級大黃蜂已經默默守護航母甲板整整20年，這是一段不亞於熊貓的傳奇。超級大黃蜂的另一張王牌是夥伴加油能力，在機腹中心線掛載一個夥伴加油吊艙後，一架超級大黃蜂可以攜帶數噸燃油飛至敵方防禦圈外圍，在空中為其他超級大黃蜂和咆哮者接力輸油，一架加油，2架受油，整個打擊編隊的作戰半徑瞬間被拉長数百公里。在2024年的紅海實戰中，超級大黃蜂編隊正是依靠夥伴加油，完成了從航母起飛一路長途奔襲，精確打擊胡塞武裝發射陣地，再安全返航的完整鏈條。沒有轟炸機，沒有陸上機場，航母打擊群照樣把鐵拳伸進了內陸。我們可以推演一個真實場景，假設超級大黃蜂在紅海執行長達數日的攔截巡邏任務，飛行員在高節奏出動中，依靠飛機的可靠性和持久力持續作戰。這種能力是俄羅斯海軍航空兵完全不具備的。俄羅斯的蘇33和米格 29K 連自身航油都捉襟見肘，更別提給友機加油了。俄羅斯海軍是 F-A-18 超级大黃蜂的宿命对手。蘇聯時代，為了對抗美制艦載機，蘇霍伊設計了蘇33海側衛，它從蘇27改進而來，空重大約20噸，最大載彈量6.5噸，動力強勁。在俄方宣傳中一度被稱為庫茲涅佐夫元帥號航空母艦的王牌。然而事實是，蘇聯一共只留下24架蘇33，俄海軍最終僅保住了這20幾架機翼待折的老式戰鬥機。自2016年以來，這些蘇33早已無緣海上部署。2025年2月，根據烏克蘭國防快報的報道，俄軍蘇33機隊總數約50架，但真正具備作戰能力的僅20餘架，他們大多被降級用於陸上訓練，甚至被編入北方艦隊岸基混成航空團，任務變成給圖95MS 戰略轟炸機護航。蘇33的老舊不僅僅體現在載彈量和雷達，就連最普通的277中程彈發射後也得飛行員目視引導。而超級大黃蜂早在20年前的 Block 2版本中就已經具備了發射後不管和聯合頭盔提示系統的全向鎖定格鬥能力。另一款俄制米格 29K 問題更嚴重，印度在10年前就全面投訴它的發動機和機體結構在着艦降落時持續受損。俄海軍接收的米格 29K 同樣無法大批出動，據俄美保守估計，能飛的僅20餘架。2025年底，俄羅斯只有一個地面模擬訓練設施，用來訓練艦載機飛行員，
卻再出技術故障，加上海軍唯一航母庫茲涅佐夫號長期拋錨維修，俄軍飛行員實際上已經數年無法進行真正的航母起降訓練。這意味着在未來可預見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俄羅斯航空母艦甲板上連一架能夠正常訓練的艦載機都不會出現。這就是超級大黃蜂的絕對優勢，它不只有性能優秀，還有美國海軍完整的飛行員培訓梯隊和後援基地，以及一整套圍繞艦載機隊的全球維護網絡。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為什麼機炮在無人機和快艇面前比導彈更好用。首先是成本，一枚標準2航空導彈造價約200萬美元，一枚 ESSM 改進型海麻雀也要約80萬美元，一枚 ARM9X 响尾蛇約40萬美元，而一發20毫米炮彈據估算約30美元。紅海實戰中，美軍驅逐艦曾耗盡了標準2庫存，原因就是用導彈攔截廉價無人機，打一架賠一台奔馳，打10架賠一套房。而超級大黃蜂的機炮扣一次扳機，打出去幾百發炮彈，總成本不到1萬美元。就算每天攔截10架無人機，10天也才100萬美元，還不夠買半枚標準2。其次是效率，導彈需要雷達鎖定、發射架準備、目標解算，從發現到開火至少需要10幾秒，而且一次只能打一個目標。機炮的響應速度更快，飛行員目視確認，扳機一扣，彈幕掃過去，可以一次覆蓋多個低速低空目標。那些無人機和快艇擠在一起時，一發炮彈打不中，100發总能打中。再者是適應性，導彈受制於紅外或雷達導引頭，面對紅外誘餌或電子干擾容易失地，而機炮是純粹的動能殺傷，只要瞄準了，炮彈不受任何干擾。無人機的弱點正好被機炮完美克制，它們慢，時速不到200公里，它們脆，玻璃鋼殼體，它們低，貼海面飛行。20毫米彈頭只要命中一發，就能把機身撕開一個大洞。在阿曼灣的那次攔截中，飛行員選擇機炮而不是地獄火，還有一個決策邏輯，他要的不是擊沉油輪，而是讓它停船。導彈的爆炸威力太大，會把油輪炸斷，機炮則可以精準地直達船舵，這就是超級大黃蜂被信賴的原因。它的武器庫裡有高成本的導彈，也有低成本的炮彈，飛行員可以根據任務需求選擇最合適的工具。而俄羅斯的蘇33和米格 29K 機炮彈藥攜彈量有限，火控系統精度落後，很難在複雜海況下完成這種手術刀式的精確射擊。超級大黃蜂的20毫米 M61 機炮備彈578發，按3秒短點射計算，可以執行近20次攔截任務，足夠支撐一場高強度對抗。也正因如此，美國海軍將超級大黃蜂留用至2050年的決策就很好理解了。它不是大艦隊中 C 位出道的制勝先鋒，但它是能隨時升空，用低成本應對大量低端威脅的航母衛隊。2024年6月，波音公司宣布超級大黄蜂全面解鎖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的掛載能力。一架超級大黃蜂從後方航母突防，可以在靠近波羅的海的空域掃蕩俄羅斯水面艦艇。同時，它仍然是那架能用机炮打快艇的街頭鬥士。高端靠導彈，低端靠機炮，全能才是超级大黄蜂的標籤。打油輪舵的那幾發金屬彈丸傳達的表態格外清晰。美國海軍不僅有隱身戰機撐起的突擊矛尖，更有在常年消耗戰中把一切來犯之敵榨乾的鋼鐵底氣。回到最核心的問題，性能上不如 F-35C 的超級大黃蜂，為什麼能牢牢坐穩第一替補至今？因為海軍的賬算得比任何評論家都精。當一場衝突綿延数月時，技術指標只能在頭2周有所作為，只有那些能夠高強度复用、低維護門檻、兼容寬泛彈種的機型，才能接住整場戰役的衝擊。從這個角度衡量，超級大黄蜂就是那架全艦隊兵器賬上最好用、最划算、最值得信賴的資本。一邊是俄羅斯海軍航空兵的扎心處境，他們的蘇33和米格 29K 連上艦部署都做不到。反觀超级大黃蜂的每一次起降，都是对俄軍断代式碾壓的无聲宣言。舰載航空的本源邏輯，從來不是誰推重比更高、飛得更快，而是誰能從甲板上最快升空，把彈藥精準投送到敵人頭頂。目前，只有美國的航母戰鬥群真正做到了这個兵力布局。當你站在林肯號甲板上，就等於置身全球最前沿的海空對峙浪潮中心，看着身邊40幾架 F-118 超級大黃蜂呼嘯升空，就能設身處地地感受到世界第一航母戰鬥群的強大實力。這場關於 F-118 超級大黃蜂艦載戰鬥機的硬核分析就到這裡。各位覺得，當6代機全面融入航母打擊群編隊後，超級大黃蜂是否會被完全替代？在伊朗無人艇和俄軍反介入手段的雙重擠壓下，美航母編隊未來的兵力結構會徹底重塑嗎？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別忘了長按點讚，一鍵3連。咱們評論區繼續，下期再見。